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每天5分钟，听起来短的不像话。5分钟能做什么？喝半杯茶，刷几条消息，等一趟地铁。可就是这5分钟，若用对了，能让你从一天的奔波里彻底回一趟神。这不是什么玄妙的说法，大学里早就写明白了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这6个字，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，是一条从躁到静的完整路径。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路径上最要紧的一步，如何用5分钟把静找回来。很多人一听到静坐，脑海里就浮现出深山老林里的修行人，盘着腿一坐就是半天。那是修行的功夫，不是普通人日常能用的。普通人需要的静坐，是坐在椅子上，靠在沙发边，甚至在地铁里闭眼5分钟，就能让脑子里的嗡嗡声停下来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讲得好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那颗到处乱跑，停不下来的心，一旦歇下来，当下的清明就在那里。不需要额外去求什么境界，也不需要硬逼自己什么都不想。大学这个方法最妙的地方在于，它不讲玄虚的道理，它直接给你一个操作顺序，先止，再定，再静。止是什么？止就是停下来。你正在看手机，手指一停，这就是止。你正在想工作上的事，念头一断，这也是止。止不需要什么技巧，只需要一个决定。决定这3分钟、5分钟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追。很多人不敢静坐，怕一静下来脑子里更乱。这就像一个人站在瀑布旁边，嫌水声太吵，想等水声停了再过去。瀑布永远不会停，念头也永远不会自己消失。但当你开始静坐，开始练习止，瀑布的水声就慢慢变成了背景音乐。你不是要消灭念头，你只是不再跟着每一个念头跑。大学里的定是在止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。当你不再跟着念头跑，心就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这个落脚处可以是你的一呼一吸，可以是身体某个部位的感觉。心一旦有了锚，就不再被外界的东西拉来拉去。5分钟的静坐，不是为了成佛做祖，也不是为了修出什么神通，就是为了让这具疲惫的身体和这颗散乱的心重新回到同一个房间里。现代人最大的苦，不是身体累，是身和心分开了。人在办公室，心在烦家里的事；人在床上躺着，心在翻白天没翻完的旧账。这种分裂的状态持续久了，人就会觉得虚，觉得沉，觉得什么都提不起劲。静坐的第一步，就是把身和心重新聚到一起。有一部经叫《一教经》，里头佛陀说到一个比喻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心若能专注在一个地方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这个办，不是叫你去做事，恰恰相反，是叫你回到最根本的所在。心一旦不再东跑西跑，身体的疲惫恢复起来就快得多。每天5分钟的静坐，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准备，不需要换衣服，不需要点香，不需要盘腿，只要找一个能坐直的地方，椅子的1/3处就很好。要不要它？胸不要挺，下巴微微收一点，眼睛可以闭，可以半闭，甚至可以睁着看前方地面3尺远的地方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开始做。初学静坐的人常有一个误解，以为静坐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，要头脑空白，要舒服，要入定。一旦没有达到这些，就觉得失败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静坐没有失败这回事，你坐下来发现自己念头纷飞，这就是收获，因为你看到了自己平常没看到的东西。就像一间屋子，平常不觉得有灰尘，光一照进来，灰尘就显出来了。不是灰尘变多了，是你终于看见了。5分钟的练习，重点不在结果，在过程。你每一次发现自己跑神了，然后把注意力轻轻带回来，
这就是一次有效的练习，就像锻炼肌肉一样，拉一下，松一下，慢慢就有力量了。接下来要讲具体的做法，这个做法不复杂，分3步。第一步是调身，把身体的姿势调整好。第2步是调息，把呼吸放自然。第3步是调心，把散乱的心收拢来。每一步都很简单，但每一步都有它的道理。这3步走完，5分钟的静坐就完成了。调身这件事听起来太简单，简单到容易被忽略。很多人觉得静坐重要的是心，身体怎么摆无所谓，这恰恰是练不进去的原因。身体和心从来不是两回事，身体紧绷的时候，心不可能松；肩膀端着的时候，呼吸不可能沉；腰塌下去的时候，精神不可能提起来。大学里讲诚意正心，前面还有4个字：格物致知。没有格物的功夫，正心就成了空话。放在静坐里，调身就是格物的功夫，把身体这个最基本的物调好，心才有地方安放。找一个椅子坐好，不要坐得太满，坐椅子的前1/3到1/2，这样腰不会塌。两脚平踩在地上，膝盖和脚踝都呈90度左右，手自然放在大腿上，或者一只手搭在另一只手上，手心朝上，放在小腹前。这些姿势没有一个是多余的。脚踩实了，下肢就稳，腰自然直了，气就顺，手放好了，上半身的能量就不会乱跑。肩膀要松，很多人一听到坐直就把肩膀端起来，坐直是脊柱直，不是肩膀硬。想象头顶有一根线轻轻吊着，整条脊柱顺着这条线自然伸展，下巴微微收一点，不要仰头，也不要低头，牙齿轻轻合上，嘴唇也轻轻合上，舌头可以轻轻顶着上颚，就是上牙膛稍微靠后一点的地方，这会让口腔分泌的津液自然咽下去，不会口干。眼睛的处理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全闭，适合容易受外界干扰的人；一种是半闭，眼睛看着前方2-3尺的地面，不要聚焦在任何东西上。半闭的好处是不容易昏沉，初学者可以2种都试试，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。关键是不要让眼睛用力，眼皮的重量刚好盖住眼球就好，不要刻意闭紧，那样反而会紧张。调身做完之后，不要急着进入下一步，花一点时间扫描一下全身，从头皮开始，到额头，到脸颊，到下巴、脖子、肩膀、手臂、手掌、手指、胸口、腹部、后背、腰部、臀部、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踝、脚掌，每一个部位都问一问，这里有没有不必要的紧绷，有就松开，没有就放过。这个扫描的过程本身就是在练习专注，很多人坐不住，就是因为身体太紧。身体的紧会制造烦躁感，烦躁感一上来，人就想动，想换姿势，想结束。所以调身不是准备工作，调身就是静坐的一部分。身安了，心才安。调息是第2步。呼吸这件事不用刻意去控制，平常的呼吸是什么样就什么样，深就深，浅就浅，快就快，慢就慢。你只要做一件事，知道自己在呼吸，知道气进来，知道气出去。有一个很古老的比喻，呼吸就像海浪，浪来浪去，不需要你去推它，你只是一个旁观的人，站在岸边看着。潮水自己会涨，自己会退，你不需要帮忙。静坐里的呼吸就是这样，你越不干预，它越自然。你越想着要深呼吸，要腹式呼吸，要数吸，反而越紧张。但初学者完全不做任何干预，又容易散乱。所以有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在呼气的时候稍微放慢一点点，不是用力呼，只是让呼的过程长那么一点点。吸气就完全不管，让它自然发生。这样做有2个好处，一是给心一个简单的任务，
不容易跑。二是呼气放慢会自然启动副交感神经，让人放松下来。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数吸，数吸不是数吸气的次数，多数的是呼气的次数。从1数到10，再从1数到10，中间如果数忘了或者数超过10了，就从头开始。这个方法很好，但不要用得太用力，轻轻知道这个数字就好，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默数着步伐一样。调息调得好不好，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。当你做完5分钟站起来的时候，会不会不自觉地深呼吸一口气？如果是，说明这5分钟里呼吸太刻意了。真正的调息结束之后，身体的呼吸会自己变深变长，不需要你特意做一次深呼吸。调心是最后一步，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步。很多人以为调心就是要没有念头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没有念头不是调出来的，是定到极深的时候自然出现的状态。对于5分钟的静坐来说，根本不需要追求没有念头。相反，你要做的是很简单，知道有念头，但不跟着跑。佛经里有一个很妙的比喻，心就像一只猴子，在树枝间跳来跳去，抓着一根树枝的时候就已经在看下一根了。这就是我们平常心的状态。静坐不是要把这只猴子打死，也不是要把猴子绑起来，只是给它一根够大的树枝，让它安稳地待着。这根树枝就是你的专注对象，可以是呼吸，可以是身体的感觉，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声音。大学里讲静而后能安，这个安字不是安静的安，是安住当下的安。像一块石头沉到水底，不管水面怎么风吹浪打，石头稳稳地在底下。调心调的就是这种安住的能力。念头还是会有，身体还是会有感觉，外面的声音还是会有，但你不被他们拉走。具体的做法是，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。最推荐的地方是下腹部，肚脐下方2-3指的位置。吸气的时候，感觉这里微微鼓起，呼气的时候，感觉这里微微落下。不需要真的用力去鼓和落，只是留意这个自然的起伏。这个位置的好处是，它离大脑远，不容易让人想事情。而且这个部位在中医里是丹田所在，长期专注这里，对身体的能量恢复很有帮助。如果在专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跑神了，这很正常。跑神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跑神之后你怎么办？很多人会责怪自己，怎么又跑了？这个责怪本身就是又一个念头，让你离当下更远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一发现自己跑了，就轻轻地把注意力带回来，不带任何情绪，不带任何评判，就像妈妈看到小孩跑远了，轻轻牵回来一样。每一次把注意力带回来，就像在锻炼内心的一个肌肉，这个肌肉叫做觉知。觉知越强，你越能早一点发现自己跑神。从跑了5分钟才发现，到跑了1分钟就发现，到最后念头刚要跑你就知道了。这就是功夫的进步。不是你没有念头了，是你对念头的觉知变敏锐了。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腿麻。腿麻了怎么办？不要硬撑。静坐不是为了受苦，如果麻得难受，可以轻轻地换一下姿势。换的时候保持觉知，知道自己在换，换完再把注意力放回腹部。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。真正的障碍不是腿麻，是你对腿麻的抗拒。你一抗拒，心就乱了。你接受腿麻就是现在的感觉，然后轻轻地处理它，心始终不乱。5分钟的时间怎么掌握？最好不要设闹钟，闹钟一响，整个人会被吓一跳，静坐的效果就大打折扣。可以大概估算一下时间，或者用一个很平缓的提示音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宁可少做，也不要被闹钟吓醒。等做的熟练了，身体会自己知道5分钟到了，那时候就是最好的。静坐结束的时候，不要急着睁眼站起来，先把注意力从腹部放开，让它漫到全身，然后慢慢动一动手指和脚趾，搓一搓双手，用温热的掌心敷一下眼睛，然后慢慢睁开眼，做几秒钟，
再站起来。这个过程叫做散功，就像开车到了目的地，不能直接熄火，要让发动机运转一会儿再关。很多人静坐完觉得更累，就是因为没有做这个散功的步骤。每天5分钟，听起来容易，连续做1个月不容易。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，是方法的问题。很多人在头几天兴致很高，做得也很舒服，过了1个星期，新鲜感过去了，就开始找理由不做。今天太累了，明天再做；今天太忙了，明天补上。补着补着就断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人性。人的大脑天生喜欢新鲜刺激，不喜欢重复平淡的事情。静坐恰恰是最平淡的事情，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追求，大脑会觉得无聊，会告诉你这没什么用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真相，这只是大脑的习惯反应。怎么克服这个障碍？不要靠意志力，意志力是消耗品，用一点少一点。要靠环境，每天固定一个时间，固定一个地点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或者晚上睡前最后一件事，把静坐变成刷牙一样的习惯。不需要想今天要不要做，到点了自然就做，形成一个固定的行为链条，比如烧了水之后做，或者洗了脸之后做。另一个方法是降低门槛，5分钟就是5分钟，不要想着今天状态好多做一会儿。一旦你开始想多做，明天就会想少做。保持稳定比追求时长重要的多。哪怕是状态最差的一天，闭上眼睛昏昏沉沉5分钟也比不做强。因为这5分钟里，你至少完成了止的动作。止下来了，定不定是另一回事。大学里最后一句是虑而后能得，这个得不是得到什么外在的东西，是得到一种能力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回到内心的能力。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能静5分钟，跟人吵架之后能静5分钟，晚上失眠的时候能静5分钟。这5分钟就成了你随时可以回去的家。外面再大的风雨，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佛经里有另外一句话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每个人本来就有清净的能力，只是被一层又一层的念头盖住了。静坐不是给你一个新的能力，是把盖在上面的东西一层一层拿掉。5分钟的静坐就是5分钟的擦拭，日积月累，那面镜子就会慢慢亮起来。每天5分钟，不需要相信什么，不需要加入什么，不需要买任何东西，只需要一个愿意试一试的心。今天就是，现在就可以试。把手机放下，把背坐直，把注意力放在腹部呼吸的起伏上。1分钟也好，5分钟也好，试完之后，你自然知道这个东西值不值得继续。静坐不是一个任务，是一份礼物。你每天送给自己5分钟的安静，身体和心会知道怎么感谢你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第一次5分钟静坐的感受。是觉得时间变长了，还是变短了？是觉得坐不住了，还是觉得不想起来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一种感受都珍贵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